这一节课我们来给大家画一个小猫咪，然后配樱花啊这样的一个款式。它的话呢，我们今天选择用到10色啊来给它进行一个打底，然后上面我们渲染一点点那种粉色的一个氛围啊，那当然还是用到这个水彩来渲染它的一个氛围。然后底下打底的话，我们先用一个奶白色哈。我这个用到的是这种中梯形的，来选一个大一点的这种甲片。好，照一下灯。让我们给它照好灯以后，涂个磨砂封层。然后这个我们给它来一点点背景色里面的这种粉色啊，它这个颜色因为是10色打底的啊，所以我们用晕染盘、用彩绘盘去给它做这个粉色都可以。这正好有现成的粉色，我们就直接用了啊。这个里面其实可以给它加一点点橘调进去。就是有一点点这个土橘元素在啊。土橘一个，这个红一个是这个肤色，它们3个。让我们先来蘸一点水啊，用另一个，先用水去铺一下，尽可能的先别在太边缘的位置上啊，然后的话直接把这个粉色我们戳进去。边缘蹭一蹭。戳一戳啊，在上面啊，基本上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就是它这个颜色比较斑驳，然后星星点点的这种感觉啊，那出现这种效果的话，就可以停笔了。等它晾干，这个因为我们是大面积铺水啊，所以晾干的时间肯定是要比平时要稍微久一点的。啊，就这种效果，我们细看一下，就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我们就可以把它收起来了啊。它就是我们先用这个先打个底儿啊，因为这种效果的话，反正只有水彩能做出这样的一个效果、一个质感的。我们今天要做这个款式的话，它可能是我需要上的磨砂封层层数会稍微多一点啊。我们可以给它上一层底胶啊，这已经是干了之后的了。上一层底胶是为了我们用彩绘胶去给它画出猫咪的轮廓以及花朵的轮廓。照好灯以后啊，照了60秒钟之后，让我们把浮胶擦一下。蘸这个彩绘胶啊，我们先来画一下，就是C 位的这只猫咪的它的一个轮廓，可以画在居中一点的位置啊。我们先把它的大体的这个形状给它先标注一下，比如说我们想让它的头大概是多大，对吧？整个它的这个脸蛋儿，然后包括到它的脸下边的这个毛发，对吧？可以在这儿啊，然后旁边这些地方可以画那个花，大概是这个位置之后，我们就可以下笔了。基本上先画一个这样的一个椭圆，
在椭圆的基础上啊，再来一点点，然后可以给它向外扩张一下。然后可以把笔稍微这样立起来一点啊，咱们这个万能笔笔尖的位置还是相对有一点尖度的，所以可以就在它旁边这个位置，像画一个小 C 弧一样的感觉啊，给它带动出来几个像毛发的那种效果。耳朵稍微有一点大，擦掉一点啊，给它画一个小小的耳朵 ，Q 一点、萌一点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头顶的位置啊，也不要让它这么整齐，稍微给它就戳两笔啊，像滋出来几根毛的这个感觉。整体这个毛有点瘦了啊，想让它再胖一点，然后给它延伸出来一点。就不要画的那个毛发特别多的感觉，有几笔强调出来就可以啊，不要画的很碎，让它胖一点。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画那个花花，用小雏菊笔啊，蘸一点彩绘胶。这样的花瓣啊，可以说把笔先这样侧过来，来一笔，然后把笔这一边再圆过来，来一笔，一个花瓣，侧过来，侧回来。
我们也可以说是先把这个猫先照一下灯，然后再来画这个花朵的形状哈。收一下笔。测一下，收一下。画两瓣比较小一点的，然后藏在后面的感觉啊。叶子我们跟那个花要做一个区分，所以咱们这个叶子可以画的胖一点。我们说要画樱花，但是我好像画成了桃花哈，樱花画成了桃花啊，下一个画樱花啊，以后的下一个款的，这个就已经成型了，就没有办法了，还挺好看的哈，不改了。这边可以让它在这边再来一点点，在这边再来2朵吧。藏在后面的感觉。
一点。然后画它那个大大的叶子。胖乎乎的这种叶子的感觉。旁边这边稍微点一个这样的点点。这就相当于是其他的小花，或者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的花骨朵啊，都可以，就是做一个点缀啊，不让它这么单调。行啦，差不多了，照灯。好，照好灯之后，涂个磨砂封层，别包边啊，照灯。好，我们准备好水彩的颜色啊，彩绘盘，然后以及我们的这个狼毫笔和清水啊，咱们要先画它的那个猫的部分啊，然后再画花，因为猫是靠后的，花朵是在猫的前方，对吧？所以我们先画靠后的这个物体啊，先画猫咪。这个颜色的话，我们用哪个颜色？用这个啊，先蘸一点水，用这个颜色，用它先把它调出来。然后这个颜色，如果你觉得它稍微有点深的话，可以在里面加一点点那个肤色进去。或者咱们可以先用肤色先打个底啊，要不然它很白嘛，对不对？换另一支笔啊，点点肤色，肤色都现在画在哪里啊？先画它整个猫咪的那个脸，这个周围的这个位置。然后它的这个位置是下巴，正好给它这么体现出来啊，这样去。
地方是花的位置再擦一下。然后这个是肤色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换成这个，可以里面这个可以稍微多加一点点水，把颜色调的淡一点啊，淡一点之后，然后再来画一下，画在这个肤色耳朵的地方没加哈，耳朵给它加一点进去，别画太重啊，颜色你看我画的很浅。这边就有点像巧克力色的感觉。就这个位置，到时候我们画眼睛的啊。另外一支笔，洗一下下，它这样混一混，这样两个颜色它会融到一起去。然后的话，再来画一层，点一点点。然后这个时候它里面其实还差一点细节，但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着急，咱们先把眼睛画出来啊，剩下的细节等我们画完眼睛之后，在眼睛中边去加重色和浅色的部分。眼睛的话可以先把它的眼眶先画出来，眼眶可以先不要直接蘸纯黑色，我们先蘸这个颜色，深褐色啊。把这个颜色取出来，取到一边的位置上，可以在里面再加一点点黑，两个颜色这么搅和一下，这个颜色就很重，但不至于就完全是黑下去的，黑透了那个感觉啊。然后可以把纸巾这样折一下，把里面的水分吸走一部分。这个步骤如果说大家怕画错了，可以涂个磨砂封层啊，隔断一下，因为这样画错了可以改嘛。水分控制一下，不要让它水太多啊。然后这样我们画线条，它该是虚掉的线条了，要让它线条尽可能的实一点。然后我们先在这个位置先画什么呢？先画圆儿，可以先把它这个眼间距找出来啊，要不然这边两边看都画的贼好，但是发现眼间距哎呀不对眼了，对不对？那就不好看了啊，或者说两边大小不一样，对不对？距离找出来，为了让两边大小一样，大致的距离啊，我们给它点一下，
啊，戳4个这样的小点点啊。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啊，看看这个点在哪儿啊，按照这个点的位置，是给它甩个眼线出来啊。然后这一边也是。可以从后往前去画，这样我们能看见，能跟这边对称。这样的。然后的话，在底下这个位置扩出来，相对应的位置。这边就稍微有一点点小了，不过不要紧，稍微加粗一点，一会儿我们可以往细了去改的。这样的啊，然后随时注意笔上的这个水分，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干的时候加一点水，然后把它这边给它圆一下，它里面的眼睛很圆很圆。然后可以是啊，因为它眼睛里面的这个毛发的颜色就不重要了，所以你怎么改怎么洗是没关系的，因为它眼睛里面不可能是毛发的颜色，对不对？我们给它稍微洗一下啊。这时候中间有画的特别线条特别粗的时候，是可以借助这支笔给它修改过来的。然后如果说我们已经上好磨砂封层的情况下也没关系，因为我们这个眼睛的颜色到时候也是比较深一点的，中间黑色眼仁的部分是比较多的啊。好，然后的话，里边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先给它换一个颜色啊。咱们这个猫咪里面的眼睛可以是浅浅的绿色。这个绿的话，可以用那个，这个绿加一点点黄色进去，深绿加一点点黄进去，啊，调一个这样的有一点果绿的效果，颜色是发黄的那种啊。这样它颜色会有点荧光。好，洗一下笔，洗一下笔之后啊，再用这个颜色。咱们这回把笔洗一下，换成就不是黑色了啊，就单纯只用这个颜色了，用这个颜色。然后我们把猫咪的里面的眼睛是，竖起来的这种瞳孔画一下。里面都涂黑，全涂上。
然后我们黑色的部分没结束呢啊，把他的眼睛就是外边的这个轮廓啊，再给他那个眼线的部分啊加粗一点点，它现在有点细。然后让它短一点点啊，有点长了，压下来。没收住吧？又，它翘起来了，不要让它翘起来，弄下去。不要刚才加这2笔啊，它会变成一个鱼眼睛。没事，我来洗一下，这边改一下。不把它连接起来是对的，连接起来它就变成那种像鱼一样的那种眼睛，就不萌了啊。让我们换一下颜色，稍微沾一点点那个刚才就这个果绿色啊，不是这个奶油绿，稍微沾一点点，反正不管什么颜色，就是稍微有一点点颜色就行。可以给它底下这个位置。来2笔，然后把它戳一下，就让它很淡啊。然后的话，颜色一定不要特别深的那种，也不要颜色太浅，太浅的话会强调我们一会儿要点这个高光的亮点。这个高光，可以最后点啊，最后用水彩，不用水彩，用那个彩绘胶去点。先画别的，先画它旁边那个毛发重的位置。毛发重的位置啊，在它的眼睛的周边这里，可以是一个有一点是倒着的这种 U 字形。这几笔毛发重一点啊。
眼睛斜下方这个位置，有点像他的眼影一样，多出来几笔。然后着重的在毛发的边缘，然后这一边耳朵哈，哎呀，我刚才到那个棉片上面戳了一下水，所以它这个颜色现在有一点淡了，就要它淡一点点的效果啊，不要让它太重，然后也不要都圈死啊，这个地方就很嫩的那个毛发的那个感觉，反光，所以它颜色就会比较浅，就没有那么深了。然后再来量一下深色的话，着重加在它跟那个脸的衔接的位置，然后在这儿加深2笔就行了。